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破解一个古老又神秘的历史谜盘。余下2000年，课本上说夏朝只有400多年，但真相其实可能长达1200年以上。余下2000年其实包括了余、夏后3个时期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贡献影响最大的夏朝，为什么在后世史书里消失了那么多？我们今天就来一探究竟。第1章：历史惯性与朝代延续。历史往往有惯性，商有殷商，周有东周，汉有东汉，但夏呢？为什么没有夏后朝这种说法？这段历史被缩短，核心其实在于世袭表与世袭制度的冲突。夏朝之前采行的是轻重选贤，甚至持续禅让，与后世对嫡庶、长幼、世袭正统的严格观念不符。如果你想象一下，就像西方宗教对唯一神论的严格要求一样，对世袭思想保守的专制帝王来说，禅让传贤制度也是无法接受的。第2章：考古与大洪水。良渚文化的2个阶段，正好印证了上古洪水的存在。第一次洪水约5000年前，城市被掩埋，这正是大禹治水的年代。洪水过后，大禹治理天下，夏朝因此兴盛，而良渚也重新繁衍。第2次洪水约4000年前，再度掩埋城市，对应夏朝衰落与夏后朝的兴起。夏朝末年，由于不上贤导致缺乏治水人才，诸侯离散，社会动荡。而里头文化与良渚第2阶段的出现，正是这一结果。从第1次洪水到第2次洪水，长达数百年，将近1000年的长治久安，应该就是夏朝治理的辉煌时代。第3章：山海经的实地记录。山海经海内经中有这样的记载：民在海中，其西北有山。这不是神话，而是真实描写海平面上升的景象。整个福建泡在海水里，唯有武夷山突出水面。再看鬼国、八国的记录，很可能对应受灾严重的部落，或是洪水后的文化重建。透过《山海经》，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大禹派遣勘探队、救援队巡查全国的行踪。第4章：禹与上古部落政治。禹并不是朝代，而是舜代表的政治实体。在此之前，伏羲、神农靠传播文化、农业、历法、医药、技术取信于民。轩辕皇帝则靠兵车武力打败蚩尤，建立版图。山经中幅字的分布可以描绘出轩辕氏的势力范围。因此，禹与三苗、九黎本质上仍是氏族部落政治实体，尚未形成真正的朝代。第5章：夏取得天下，开启朝制度。夏最特别的地方是以治水取得天下。正如黄老思想所言，取天下恒无事，及其有事也，则不足以取天下矣。因为天下太平，诸侯才推戴大禹为天下共主，这才是朝制度的真正起点。而朝代这个概念，则是商取夏二代之后才逐渐形成。夏启与夏后启可能不是同一人，夏启是大禹之子，而夏后启则是后世子孙，志在延续夏的余德。夏约800年，夏后约400年，加起来约1200余年。夏与夏后实际上是分别延续的2个时期，就像商与殷商、周与东周一样。第6章：世袭表被抹去的原因。真正被后世抹去夏朝的原因，是世袭表与传贤制度的冲突。后世注重嫡庶、长幼、世袭正统，对上古选贤与禅让制度难以接受，
例如《道德经》也经过汉儒的刻意篡改，目的在服务专制统治者。如果连缔造黄老之治的根本经典都能改，古代世袭与治理方式被有意抹除，又何足为怪？第7章，放眼世界，古埃及、美索不达米亚都有王权，但没有朝代这种制度。中国的独特性在于，从大禹开始，以治水取得天下，形成朝代的概念，这是华夏文明独有的制度创新，也是后世中国历史能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。结语：余下2000年并非空白，而是一段被掩埋、被缩短的历史。它告诉我们，文明能兴起于灾难，也可能败亡于治理的失败。历史真相往往隐藏在被抹去的细节中，等着我们慢慢拼凑回来。那么，你认为夏朝真的只有400年吗？